今天我们讲一下那个 deck， 做这个 deck， 现在在昨天大雨把 deck 有一面墙立出来，就是为了装窗。好，昨天大雨天窗也送过来了，这是一个废弃的窗，就是没有用。上次做了滴水边，现在看效果非常好。然后这个首先把柱子，前天我们把柱子立好了，今天把这个梁装上。好，然后早上过来的时候，先把窗给它装上了，因为屋子里面要做地毯。窗装上了，昨天的木头已经立得差不多了。然后柱子呢，今天是挖柱子，然后把那个柱子该锁的梁锁上去。原来本来想用120的那个正常的 pile 梁，但是后来改成这个100的光料的梁，所以就做了一个 S 弯的上面 S 接头，到时候一边打一个螺栓，然后到时候上面再锁一下就行了。整个梁做完以后呢，因为我们以前都是用钉子打的嘛，把那个两个木头打成 double， 但是后来做这种 deck 啊，容易看到的地方，我们都倾向用螺栓或者是用螺丝，像一般的80的那种螺丝来锁了以后，它外观效果要好一点，因为钉枪打它那个，除非你打的是那个圆钉，干完的是圆钉还好一点。不是圆钉的话，看起来不舒服，因为到时候是洞，有的人喜欢把那个墙调得特别深。啊，现在师傅还在装这个，装完以后我们就要开始切，量一下它两边的距离和两边的高度，然后我设计了一个10度的角，正好是10度，然后做了2个鸟嘴，就是把它安全的放上去，然后到时候少打点钉，然后到时候上面用 CPC 80锁一下就行了。这是190的木头，190的木头跨度最远是3米多，对，像我们这实际跨度2米多，2.8米左右，所以说没有问题。大梁我们用的240的那个大梁，因为跨度最长是4.4米，4.4米的话，它大梁跨过去应该也没有问题，我们都只有4米左右。鸟嘴做完，我们是切多少片？切3片，装3片，免得到时候上面那个杂七杂八的东西太多了。他在那头装，我在这边，每隔900装一条，到时候上面把 Powder 一打就好了。10度的鸟嘴，10度的那个斜线，然后另外一边是稍微靠着，相当于顶在上面嘛。这是前面打过几个的那个效果。现在后面我们再继续切了以后，然后继续往上打。2个人2头切，他切那头，我切这头，2头切完以后打上去很舒服。前面准备做2个转角，2个600的那个小墙，这样看起来会好看一点。中间留个2米，接近2米的一个过道就行了。开放式的，完全开放式的。所有的木头都是用的 H3的，防水。然后 deck 下面多打了一个 bottom plate， 这样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要做 deck， 所以给它留了个位置，免得到时候装窗的时候它贴得太死了。窗子现在已经先挂上去了，就等着他送那个推拉门和那个最后一块玻璃。啊，这是我们切下来的，准备最后几条的，然后那边是切下来的剩的木头，到时候切成小块，加几个 log。然后再拉2个那个 roofing bracing 就好了。现在已经做到窗子那边了。做到那边的时候，我们后来又做了几条，然后我们就在那最后面，因为最后面它那个最后面本来屋顶也是往下斜了一下，它高度不够，所以说我们准备也在那里做一个 ridge， 然后也是往下斜。那明天准备就过来做，因为今天坐在那儿的时候，我们准备又做了一个小墙，做了一个1.6米的墙，因为我们最后算到从1.6米那儿墙那儿呢，就可以做 ridge 往下斜了。做这个框架其实很简单，上下一量，上下把那个尺寸切出来完以后呢，中间 star 一做，但是都是你切完以后上下放在一起统一画线，然后 star 也是放在一起统一画线，不管多少个你都放在一起统一画线。画完线以后标一下正反面，然后到时候知道哪个是下哪个是上。好，然后打钉的时候呢，打 log 的时候，打的时候先把它打在一起，上下那个 bottom plate、top plate 都打在一起。打完以后，你加 log 的时候，你就按照我们那个位置，但是你中间的那个是一个均匀的数，一般是553，
553出来加完以后再加一个稍微大一点的，加完以后，然后再加最后一个边。你加那个所有墙的两边的时候，你可以最后加嘛。这个是3个边，正好是两边加中间一条，所以中间打完打左手边右手边都可以，然后最后打另外一边。但是你打的时候呢，切记两边的那个尺寸要稍微小2毫米，免得把它顶出去了。因为你小2毫米，你依然可以把整个墙调直，但是你如果正常的话呢，它本来木头有些时候你切的可能有问题，或者是什么其他原因，它就会把那个一个侧边顶得很高，顶起来以后你永远调不平，你还得把那个 nog 切掉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是在靠边的加 nog 的话，一定要做小，比正常小。而且最好是亲自量，因为跟着那个先把木头放直了，边上那个木头你看直了以后再量的话呢，这样做出来的话，而且又小那么1-2毫米，所以做出来的话它会很直。因为它不直的话，你往外敲一点就行了。打的时候手就要离开它钉子长度90的位置，不要把手离得太近，免得到时候万一它里面有个结疤，它的钉子会转弯的。一转弯的话，就可能会把你手指头戳到。这个钉完了以后，到时候抬过去就直接立起来了。做这种 deck 的侧边墙其实很简单。好，你看工地收拾干净了，现在。让我们去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结果。前面3片墙是昨天立的，昨天下大雨立的，然后柱子是前天立的，梁是今天早上立的。今天早上先过来，先把屋子里面地板螺丝重新锁了一下，因为有的地方螺丝，因为地板走起来特别响，因为今天那个做地毯的已经来了，他们马上就要铺了，所以说他们正好在我们做完以后半个小时他们过来。然后这个侧边到时候把树稍微剪一剪，然后砍一砍，然后地下弄好一点，准备做4个楼梯，中间那个推拉门呢做一个楼梯，然后这边正门这边上的时候做一个2米的大楼梯，然后那边靠近一个果树再做一个。你看上面我们用那个螺丝锁完以后，那个感官会好很多，就不像钉枪打的那么多洞，因为我也不喜欢看到那么多洞，太难看了。尤其是有时候刷漆的时候，那个就是个缺。所有的鸟嘴做完以后，我们鸟嘴在外面有个100，到时候我们想挂那个雨水槽，挂一个雨水槽，到时候让水全部流到那个下水管里面，就是 stone water 里面。明天准备过来把那个 purlin 做上 ，purlin 做上完以后，铁皮从仓库里拉几片过来，先给它挂上，这样的话让我们在局部某个地方就是干的了。多拉几片过来，然后到时候替换掉，从其中有几片替换掉，替换成透明的就行了，因为那尺寸都是一样的。反正挂也是临时挂上去完后，给我们有一个干净的室外环境，方便我们到时候做 deck， 准备要锁 deck 板了。这几个凡是在有窗有门的地方呢，我们上面到时候都会把它替换成透明的。这个门锁挺好的，这个门锁刚开始还不太会，后来才知道，多用几次就知道了。你把门关上以后，先把那个调好，先把那个锁打开，好，然后它正常打开完以后，你关上以后，你向上一提，它那个锁头就出来了，它那个锁死的锁头出来了，整个门就一点都不会动。好，然后这个时候但是这个时候还要掏钥匙去给它锁一下。相当于以前我们用过的那种直接上提上锁，下拉就锁开了以后下拉就落锁，就打开锁，锁一下，然后它就不动了。现在整个窗子就不会动，它也不会晃。